合欢殿的喜烛烧得正旺，映着满堂的赤红，几乎要将人的眼底都燃起一片火。龙月，大清最尊贵的固伦和硕公主，今日大婚。她的额娘，如今的圣母皇太后甄嬛，亲手为她盖上了绣着百子千孙的红盖头，一切都圆满的如同画卷。直到夜深，喜宴散尽，龙月平退了所有人，只留下她的额娘。她没有半分新嫁娘的娇羞，只是静静的跪下，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平静，说出了那句足以颠覆整个后宫乃至前朝的话：额娘，当年是我故意说谎，陷害了景仁宫的那位。龙月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根淬了冰的针，精准地刺入甄嬛耳中最柔软的地方。殿内明明温暖如春，流淌的空气却瞬间凝滞，带着刀锋般的锐利。甄嬛扶着女儿的手臂，想让她起来，指尖却在触碰到那华贵的嫁衣时，不易察地颤抖了一下。她维持了半生的端庄笑意，第一次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裂痕。龙月，她开口，声音却比自己预想的要沙哑干涩。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莫要说这些胡话。我没有说胡话。龙月抬起头，盖头早已被他自己掀去，那张酷似其生父的脸上没有半分玩笑的意味。他的眼神清澈坚定，像一汪深不见底的寒潭，倒映着烛火，也倒映着甄嬛骤然失色的脸。皇额娘，他换了个称呼，一如当年在御前那般，带着不容置疑的纯真。我说的每一个字都和当年一样，是真的。只不过当年的真是我为您量身定做的。量身定做，这4个字像是一记重锤，狠狠砸在甄嬛的心上。她踉跄着后退一步，扶住了身后紫檀木的桌沿。桌上的龙凤呈祥合卺酒杯轻轻晃动，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在这死寂的殿宇中显得格外刺耳。她赢了，她从一个无知无畏的秀女，一路走到权力的巅峰，成为这座紫禁城里最尊贵的女人。她扳倒了华妃，斗败了齐嫔，最终将那位与她缠斗了一生的皇后乌拉那拉宜修死死地钉在了景仁宫的废墟里，至死不得出。而压垮宜修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她最疼爱的女儿龙月的一句童言无忌。那句是皇额娘推了熹娘娘，让多疑的皇帝彻底对皇后死了心。甄嬛一直以为那是上天对她的垂怜，是龙月在冥冥之中的护佑。她以为那是孩子无心之下的误会，却恰好成了最致命的武器。可现在，她的女儿，她引以为傲的聪慧善良的女儿，亲口告诉她，那不是误会，不是巧合，而是一场蓄意的、精准的，由一个7岁孩童亲手编织的陷害。为什么？甄嬛感觉自己的5脏6腑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疼得她几乎无法呼吸。她死死盯着龙月，想从她脸上找出一丝被迫或被蛊惑的痕迹，但没有。龙月的眼神里只有一种超乎年龄的成熟与决绝。因为我知道他不是真心对您好。龙月一字一顿地说道，仿佛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真理。他给我的糕点永远是您不爱吃的杏仁味，他赏我的珠钗是您最忌讳的点翠，他抱着我的时候会夸我的眉眼像您，但抚摸我后颈的手却和宫里修剪花枝的姑姑一样冰冷又用力。一个孩子或许分不清朝堂的利益纠葛，却能最直接地感受到谁的拥抱是暖的，谁的笑容是假的。甄嬛的脑中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她从未想过，那些被她忽略的属于孩童世界的细枝末节，竟被自己的女儿记得如此清晰，并且做出了那样的反击。所以你就……甄嬛说不下去了。所以我必须保护您。龙月站起身，走到甄嬛面前，轻轻为她理了理鬓边的一缕碎发，
动作温柔，眼神却依旧锐利如刀。额娘，在这宫里，善良是活不下去的。您教我读书写字，教我明辨是非，但真正教会我如何生存的是景仁宫。龙月的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甄嬛记忆的闸门。那些被胜利的喜悦和时间的尘埃掩埋的画面，携裹着当年的寒意，汹涌而至。那时候，她刚从甘露寺回宫，身份是尊贵的熹贵妃，怀着双生子，风头无两。皇帝为了弥补对她的亏欠，将她宠上了天。可越是如此，她越是如履薄冰，因为她知道景仁宫里的那位皇后正用淬了毒的目光，日夜不息地注视着她。为了顾宠，也为了保护腹中的孩子，她听从皇帝的安排，将常年养在静妃身边的胧月主动送到了皇后身边。那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每一次去给皇后请安，看到胧月乖巧地坐在皇后怀里，甜甜地喊着皇额娘时，甄嬛的心都像被针扎一样疼。她记得皇后对胧月是真的好，那种好是一种无可挑剔的教科书般的慈爱。她会亲自为胧月挑选衣料，亲自过问她的饮食，甚至会在胧月背不出诗经时，温言软语的替她向教习师傅求情。整个后宫都说皇后待大公主视如己出，仁德宽厚，就连多疑的皇帝也为此数次称赞宜修的贤德。甄嬛也曾一度恍惚，以为皇后是真的变了，或者说是真的被龙逸月的纯真所感化。现在想来，那不过是宜修更高明的算计。他用这种无懈可击的好来麻痹皇帝，来软化甄嬛，更重要的是想将胧月变成他手里最温顺、最听话的一枚棋子。甄嬛猛然想起一个细节，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她在御花园的凉亭里，远远看见皇后正抱着胧月，指着池子里的锦鲤，说着什么。阳光很好，皇后的侧脸笼罩在一片柔和的光晕里，看上去慈爱而安详。胧月的小脸上也满是笑容。那一刻，甄嬛甚至生出了一丝愧疚，觉得自己或许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可就在她准备转身离开时，她看到皇后低下头，在胧月耳边极轻地说了句话。胧月的笑容在那一瞬间僵硬了 0.1 秒，快到几乎无法察觉。当时的甄嬛并未深思，只当是孩子被风吹了眼睛。可现在胧月的话让那个僵硬的笑容在甄嬛的脑海里被无限放大，变得无比清晰。他那天跟你说了什么？甄嬛的声音发紧，像是绷到了极致的弓弦。胧月似乎在回忆，片刻后他轻声说，他指着水里那条最肥美的红锦鲤，笑着问我，胧月你看她多漂亮，像不像你熹娘娘现在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我说是。他又说，可惜啊，这池子太小了，水也浅，养这么一条肥鱼，其他的鱼可就没得吃了。你说是不是该把它捞出来，放到一个更该去的地方，比如御膳房？甄嬛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她看着眼前已经嫁作人妇的女儿，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穿着粉色小袄的7岁孩童。她用天真无邪的语气说着最残忍的话，额娘，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景仁宫和永寿宫，我和您与他之间就像那池子里的鱼，不是他死，就是我们亡。胧月的声音平静无波，却让甄嬛感到了彻骨的寒意。她一直以为是自己在前方冲锋陷阵，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她从未想过，在她看不见的背后，她那年幼的女儿早已独自一人打完了另一场更凶险、更无声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代价是颠覆她对女儿的所有认知。她以为的纯良是伪装，她以为的聪慧是心计，她以为的巧合
是处心积虑，所以那块杏仁糕也是你计划中的一环。甄嬛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她自己都未察觉的惊惧。胧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额娘，您还记得吗？在我去景仁宫之前，您和我说过，绝对不要吃任何皇后宫里的人亲手递过来的东西。甄嬛当然记得，那是她千叮咛万嘱咐的，是她在宫中用血泪换来的生存法则。我记得，可您也说过，如果是皇后亲手给的，为了不驳她的面子，可以吃一点点，然后找机会吐掉。胧了月的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弧度。我只是选择了最合适的时机，吃下了那块我早就知道有问题的糕点。甄嬛的思绪被猛地拉回了那个决定命运的午后。那一日，皇后在景仁宫设宴，请了各宫嫔妃赏花，她也在其中。席间，皇后笑意盈盈地端出一盘精致的百合杏仁酥，说是亲手为胧月做的。她当着皇帝和众人的面，亲手拿起一块，递到胧月嘴边，满眼慈爱。胧月最喜欢本宫做的点心了，来尝尝这个，看合不合胃口。甄嬛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知道宜修擅长用食补和食客之术害人，那盘点心里天知道加了什么。她几乎要开口阻止，却看到胧月抬起小脸，对着皇后甜甜一笑，张开嘴，毫不犹豫地咬了一大口。好吃。胧月含糊不清地夸赞道，皇额娘做的就是比御膳房的好吃。皇后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皇帝也龙心大悦，连连夸赞皇后贤惠，母慈子孝。那一刻，甄嬛的心沉入了谷底。她以为胧月到底是个孩子，终究还是被皇后收买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让整个局势发生了惊天逆转。就在宴会进行到一半，众人谈笑风生之际，胧月突然捂住肚子，小脸皱成一团，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额娘，我肚子疼。她哭着扑向甄嬛。紧接着，胧月开始剧烈的咳嗽，小小的身子蜷缩在甄嬛怀里，瑟瑟发抖。皇帝大惊失色，立刻传唤太医。太医赶到后，一番诊治，脸色大变，跪地回禀皇上，公主这是中了微量钩吻之毒的迹象。此毒与杏仁混合，毒性会加倍，幸好公主食入不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钩吻这两个字一出，满座皆惊，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射向了那盘还摆在桌上的百合杏仁酥，射向了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的皇后。不是我！皇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花容失色。皇上明鉴，臣妾怎么会害胧月？臣妾待她视如己出啊！那这毒是哪里来的？皇帝的声音冷得像冰。就在这时，一直躲在甄嬛怀里哭泣的胧月忽然抬起头，用手指着因为惊慌而打翻了茶盏的皇后，带着哭腔大声喊道：是皇额娘，是皇额娘推了熹娘娘，我看到了，她推了熹娘娘。这句话没头末尾，逻辑混乱，完全是一个受惊孩童的胡言乱语。但正是这句胡言乱语，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你为什么要说那句话？甄嬛扶着额头，感觉一阵眩晕。那句皇额娘推了熹娘娘，是纯元皇后的死因，是皇帝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和禁忌。胧月当时不可能知道这段陈年旧事，他喊出这句话，只可能是一个巧合。一个甄嬛曾经以为是上天恩赐的巧合。我不知道那句话的真正含义。胧月坦白的令人心惊，我只是在那段时间里，总听见景仁宫的简秋姑姑和江福海公公私下抱怨，说您恃宠而骄，行事做派越来越像那一位。有一次，
我无意中听到皇后和简秋说，她越是想，就死得越快。龙月的目光穿透摇曳的烛火，望向虚空，仿佛在看当年那个小小的自己。我不懂他们说的是谁，但我知道，像那一位，对您而言是致命的。我还知道，皇后恨您。所以，当她露出惊慌失措的表情时，我就想，一定有一件事是她最害怕被皇阿玛知道的。我不知道那件事是什么，但我可以编造一件。一个孩子受了惊吓，哭喊着说胡话，谁会当真呢？可如果这胡话恰好戳中了听者心里最隐秘的恐惧，那么胡话也变成了真话。甄嬛无力地坐倒在椅子上，她明白了。龙月当时并不知道纯元就是，但他以孩童最敏锐的直觉捕捉到了一个关键信息：皇后有一个致命的把柄在皇帝手里。他不需要知道这个把柄具体是什么，他只需要在最关键的时刻，用一句看似混乱的指控，引爆皇帝心中的那颗雷。推这个动作是孩童世界里最直接的攻击行为，而熹娘娘和皇额娘是当时场景中的两个核心人物，将这两者组合起来，就成了一句最符合孩童逻辑，也最能引发联想的控诉。皇帝听到的不是皇后推了熹贵妃，他听到的是自己内心深处盘桓多年的梦魇，宜修害死了纯元。勾吻之毒或许还可以辩解是下人陷害，但那句推了熹娘娘却精准地击溃了皇帝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他认定了是宜修故技重施，想再次加害他心爱的女人和孩子。新仇旧恨叠加在一起，雷霆之怒无可挽回。那毒呢？甄嬛的声音微弱，太医验出勾吻，总不会有假。当然不会有假。龙月平静地回答，那毒是我自己下的。甄嬛猛地抬起头，眼中是全然的不可置信。您送我进景仁宫时，静妃额娘偷偷塞给了我一个锦囊，里面是一小撮药粉和一根极细的银针。她告诉我，如果遇到万不得已的情况，就用银针蘸一点药粉，刺入食物里，银针会变黑，我就能以此为凭，揭发下毒之人。静妃，甄嬛心中一痛。静妃爱了龙月那么多年，为了把他留在身边，用尽了心思，甚至不惜与他反目。最后将龙月送到皇后宫里，静妃的心该是何等的煎熬。静妃额娘给我的是护身符，但她没想到我会把它用作武器。龙月从嫁衣宽大的袖口里拿出了一个早已洗得发白的旧锦囊。那天皇后端来点心时，我借着袖口的遮掩，用藏在指甲缝里的银针轻轻在杏仁酥的底部刺了一下。那点剂量只会让我腹痛，却不足以致命。而那盘点心里本身就放了皇后用来彰显慈爱的分量恰到好处的杏仁。勾吻加杏仁，毒性加倍，太医的诊断分毫不错，一切都对上了，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一个7岁的孩子利用了母亲的教导，利用了静妃的担忧，利用了皇后的伪善，利用了皇帝的多疑，甚至利用了自己，上演了一出天衣无缝的大戏。而他，甄嬛，这场大戏最大的受益者，却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他像是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自己的女儿，这张他亲吻了无数次的脸庞，此刻却让他感到了无边的寒意和恐惧。额娘，您在怕我吗？龙月敏锐地捕捉到了甄嬛眼神中的情绪，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受伤。甄嬛没有回答，她不是怕，她是茫然。她穷尽一生，在刀光剑影的后宫杀出一条血路，双手也曾沾满鲜血，心灵也曾千疮百孔。她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人性的黑暗和复杂，可她从未想过，这种黑暗与复杂
会出现在他用尽全力保护的女儿身上，并且是以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的方式。他赢了宜修，靠的不仅仅是智慧和运气，更是梅庄的死、流珠的血、浣碧的背叛与回归，整个甄氏一族的荣辱。他的胜利是用无数的牺牲和痛苦换来的，而龙月只用了一场意外，就给了宜修最致命的一击。这种胜利太轻易，太干净，也太可怕了。龙月，甄嬛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她站起身，走到女儿面前，双手扶住她的肩膀，强迫她与自己对视。你告诉额娘，这些是谁教你的？她宁愿相信是有人在背后指使，是静妃，是端妃，甚至是她宫里的某个心腹，在龙月耳边说了什么，教了什么。那样，她至少还能为女儿找到一个开脱的理由。然而，龙月的回答再次将他打入了深渊。没有人叫我。龙月的眼神清澈如初。额娘，您忘了，我是在宫里长大的。我的眼睛能看到您看不到的东西，我的耳朵能听到您听不到的声音。我看到安陵容死前是如何用指甲在床单上画出离妃二字，我看到齐嫔被打入冷宫时是如何疯狂地诅咒您和整个甄家，我看到静妃额娘为了留下我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收集您和摩格可汗私会的证据，我还看到您在深夜无人时是如何一遍遍抚摸着手腕上的那串珊瑚手串，默默流泪。甄嬛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几乎要停止跳动。那串珊瑚手串是云里送他的定情之物，是他心中最深最痛的秘密。他从未在任何人面前表露过，只在夜深人静时才会拿出来，独自凭吊那段早已逝去的爱情。可龙月，他竟然知道，宫里没有秘密，额娘。龙月的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墙壁有耳，花草有眼。我只是比别人更早地学会了如何去看，如何去听，然后如何去利用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他顿了顿，抬起手，轻轻抚上甄嬛的脸颊，那里的皮肤依旧光滑，却已不复当年的紧致。额念，您为了我们吃了太多的苦，我不想再看到您受委屈。景仁宫的那位，他一日不倒，您就一日不得安宁。我只是想让您早一点安宁下来。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您，为了您。这三个字本该是这世上最动听的情话，此刻听在甄嬛耳中，却比任何恶毒的诅咒都要让她心寒。她看着眼前的女儿，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他亲手将女儿送进了最危险的虎穴，却天真的以为纯洁的羔羊不会被猛虎吞噬。他错了，羔羊没有被吞噬，羔羊只是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褪去了雪白的皮毛，长出了比猛虎更锋利、更隐蔽的爪牙。甄嬛缓缓地一根一根的掰开了龙月伏在他肩上的手，他的眼神从最初的震惊、骇然，慢慢变得空洞、寂灭。殿外的喧嚣声隐约传来，那是为他女儿的盛大婚礼而举行的庆贺。可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合欢殿里，甄嬛只觉得她穷尽一生赢得的所有荣华富贵、至高权力，在这一刻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充满了讽刺意味的笑话。她不是胜利者，她只是一个被自己女儿保护得很好的失败者。你出去。甄嬛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她没有看龙月，目光落在远处跳动的烛火上，那一点光亮在她的瞳孔里摇曳，却照不进她眼底的深渊。龙月的身体僵了一下，他预想过额娘会震惊，会愤怒，甚至会责骂他，他唯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种近乎驱逐的冷漠。额娘，出去。甄嬛重复了一遍，声音加重了几分，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齿缝里挤出来的。回你的婚房去，今夜你是新嫁娘。他刻意加重了新嫁娘3个字，像是在提醒龙月，也像是在提醒自己，眼前这个心思深沉到可怕的女子，终究是他10月怀胎生下的女儿，是他此刻正在为之举办盛大婚礼的骄傲。可这份骄傲已经被蛀空了。龙月咬了咬下唇，那张酷似先帝的脸上终于流露出一丝属于他这个年纪的委屈和无措。他还想说些什么，但在接触到甄嬛那冰冷决绝的侧脸时，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他默默地行了个礼，缓缓退出了大殿。那身华美繁复的红色嫁衣在寂静中摩擦出沙沙的声响，像是一只蚕在缓慢地啃食着甄嬛的神经。殿门被重新关上，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响。合欢殿内只剩下甄嬛一人，她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颓然地跌坐在铺着明黄色锦缎的软榻上。那明黄曾是她权力的象征，此刻却刺得她眼睛生疼。她赢了吗？她赢了。宜修被幽禁致死，乌拉那2世的荣耀灰飞烟灭。他的儿子弘历登上了至尊之位，他的女儿成了最尊贵的固伦公主，他自己则成了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圣母皇太后。这难道不是他当年在凌云峰顶对月起誓时所期望的结局吗？可为什么此刻他的心中没有半分喜悦，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荒芜？他想起宜修死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时的宜修已经形同枯槁，被剥夺了皇后侧宝，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坐在阴冷的景仁宫里。甄嬛，你以为你赢了？宜修看着他，眼神里没有恨，只有一种洞悉一切的悲悯。你看看你，你变得和我又有什么分别？不，你比我更可悲。我算计一生，至少还有红石。而你呢？你回头看看，你还剩下什么？你真心爱过的人为你而死，真心待你的姐妹与你反目，你剩下的不过是这座冰冷的宫殿和一群需要靠你权势庇护才能活下去的人。当时甄嬛只觉得那是败者的风言风语，她冷笑着回敬，本宫至少还有孩子，有弘历，有龙月，有灵犀和红毡，而你什么都没有了。宜修听后忽然大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孩子，哈哈哈哈！甄嬛啊甄嬛，你真是天真的可怜。你以为在这深宫里长大的孩子还能是你想象中的模样吗？他们呼吸的是权力的气息，喝的是阴谋的乳汁，他们的眼睛比我们这些大人看得更清楚，也更脏。你等着吧，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最引以为傲的恰恰是你最不了解的，那才是对你这个胜利者最大的惩罚。彼时的甄嬛对此嗤之以鼻，而今夜宜修临死前的诅咒穿透了数年的时光，一字一句清晰地回响在他的耳边。他最引以为傲的女儿用最纯真的手段犯下了最恶毒的罪行，他这个胜利者最终的奖赏就是发现自己的胜利从根基起就是用谎言和欺骗浇筑而成的，这的确是最大的惩罚。甄嬛缓缓站起身，走到了梳妆台前，铜镜里映出一张保养得宜却依旧难掩岁月痕迹的脸。她抬手取下头上那只沉重的象征着太后身份的双凤翼龙金步摇，步摇上的东珠温润，流苏璀璨，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晃，发出细碎的声响。她想起在她还是婉贵人时，皇帝曾赏过她一支焦梨妆，那时的她对镜梳妆，心中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对爱情的天真幻想。她又想起在甘露寺时，她每天面对的是一盏青灯，一面模糊不清的旧铜镜，里面映出的是一张苍白憔悴、
被绝望浸透的脸。从焦梨庄到双凤翼龙，从一个天真的少女到一个权倾天下的太后，她走了多远的路，又失去了多少东西？她曾以为她失去的是爱情，是青春，是纯良，但她守住了底线，守住了她的孩子们。可现在，龙月的话像是一面更清晰、更残酷的镜子，照出了他从未看清过的真相。他连自己最珍视的女儿也早已失去了。不，或许不是失去，是他从未真正拥有过。他拥有的只是一个他想象出来的纯洁聪慧的龙月公主，而真实的龙月，那个在7岁时就能冷静地给自己下毒，用一句谎言置皇后于死地的女孩，一直生活在他看不见的影子里。甄嬛打开妆台最底层的一个暗格，从里面取出了一个封存已久的紫檀木盒子。盒子一打开，一股熟悉的带着一丝甜腻的香气悠悠地散发出来。暖情香，是当年安陵容用以顾宠，也最终害死自己的东西。当年事发后，他命人将所有暖情香销毁，却偷偷留下了一小块，藏在这个暗格里。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许是想时时提醒自己，这宫里的恩宠与杀机往往只有1线之隔。他捻起一小块香料，放在鼻尖轻嗅，那股异香让他想起了安陵容，那个曾经跟在他身后怯生生地喊着姐姐的女孩，是如何一步步变得面目全非，最终与他为敌。他曾恨过安陵容的背叛和歹毒，可今夜他忽然有些理解了。安陵容的狠是被逼出来的，是出身卑微的自卑，是无人庇护的恐惧，是将他当作棋子的皇后的算计，共同催生出的毒花。那龙月呢？龙月的狠又是被谁逼出来的？是宜修的伪善，是宫廷的凉薄，还是他这个额娘为了自保，一次又一次将他推向险境的无奈之举？是他亲手把女儿送给了皇后，是他为了回宫复仇，让女儿在最需要母爱的年纪独自面对那吃人的后宫，是他享受着女儿用谎言换来的胜利，心安理得地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追根究底，龙月这把锋利无比的刀，不正是他甄嬛亲手磨砺出来的吗？宜修说的对，他和他又有什么分别？宜修为了后位杀了自己的亲姐姐，而他为了复仇，默许甚至利用了自己女儿的恶。哈哈哈！甄嬛忽然低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泪便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那泪水冰冷刺骨，一滴一滴砸在紫檀木的盒子上，也砸在他那颗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他不是败给了宜修，也不是败给了龙月，他是败给了自己，败给了那个在权力的侵蚀下早已变得和他最痛恨的敌人一模一样的自己。娘娘，夜深了，您该歇息了。锦汐的声音在身后响起，带着一如既往的关切和小心。她端着一碗安神汤，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甄嬛没有回头，只是迅速地用指腹拭去了脸上的泪痕，将那份足以动摇心神的脆弱重新掩藏起来。放下吧。她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沉静。锦汐将汤碗放在桌上，却没有立刻退下。她看着甄嬛孤单的背影和镜中那张难掩疲惫的脸，犹豫了片刻，还是低声开口：娘娘，公主她还只是个孩子。锦汐是宫里的老人精，合欢殿刚才那场只有母女2人的谈话，虽然内容无人知晓，但龙月公主出门时那煞白的脸色，和太后娘娘此刻这身寂寥的气息，已经足够让她猜到几分，定然是与过去有关，与那位景仁宫的故人有关。孩子，甄嬛重复着这个词，语气里带着一丝嘲讽。锦汐，你见过哪个孩子会为了保护自己的额娘，亲手毁了另一个人的一生？锦汐心中一凛，
果然如此。他沉默了片刻，上前一步，为甄嬛轻轻披上一件外袍。娘娘，您忘了当年在甘露寺，公主是如何为了能见您一面，在雪地里长跪不起，烧得人事不省的。锦汐的声音沉稳而有力，她对您的心，天地可见。或许是方法用错了，但那份心是真的。她是不想您再受一丁点委屈。在公主心里，您的安危大过这世上所有的是非对错。甄嬛的身子微微一震，雪地长跪，她怎么会忘？那是她被废出宫最绝望的日子里唯一的光。是胧月用自己的病换来了与他见面的机会，也正是那次见面坚定了他要回宫的决心。他一直以为那是孩子对母亲最纯粹的思念，可现在想来，一个年仅几岁的孩子就能想到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达成目的，这种决绝和心智本身就已超乎寻常。是他自己从一开始就美化了女儿的行为，他只看到了那份心，却刻意忽略了那份术。锦汐，甄嬛转过身，目光如炬地看着这个陪伴了自己一生的忠仆。如果，我说如果，当年扳倒皇后，靠的不是什么天意，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你会怎么想？锦汐的心猛地一沉，但她的脸上却没有任何波澜。她缓缓跪下，声音坚定：娘娘，奴婢不懂什么骗局不骗局，奴婢只知道成王败寇。在这后宫里，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书写历史。过程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您赢了，您还活着。您庇护了六宫，让弘历殿下顺利登基，开创了新的盛世。您的功绩足以盖过一切手段。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也说得冷酷无情。这正是后宫的生存法则。甄嬛看着跪在自己脚下的锦汐，忽然觉得有些可笑。她还在纠结什么道义，什么真相？她身边所有的人，锦汐、静妃、端妃，甚至是胧月，他们早就在用行动告诉她，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里，真相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只有她自己在功成名就之后，在享受了胜利的果实之后，却开始回头去计较那颗果子当初是用什么样肮脏的肥料种出来的，何其虚伪！起来吧。甄阿环疲惫地摆了摆手，你说的对，过程不重要。他的目光再次落到镜中的自己身上，那张脸陌生又熟悉。他想起了刚入宫时的自己，谨小慎微，只想偏安一隅。他想起了失去第一个孩子时的自己，心如死灰，对皇帝彻底失望。他想起了在甘露寺的自己，与云里两情相悦，以为找到了此生归宿。他想起了回宫复仇的自己，步步为营，心狠手辣。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曾经相信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甄嬛彻底死了？或许就在他决定利用腹中骨肉重返这吃人宫墙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死了。现在的他不过是一个顶着甄嬛名号的，和宜修、和安陵容、和这宫里所有为了活下去而不择手段的女人一样的鬼魂。第二日天还未亮，甄嬛便起身了。她没有让任何人伺候，自己穿上了一身素净的常服，独自一人走出了永寿宫。清晨的紫禁城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红墙金瓦都失了颜色，显得庄严肃穆，又带着几分不真实的朦胧。他信步而行，不知不觉间竟走到了景仁宫的宫门前。这里早已被废弃，宫门上贴着封条，锁也生了锈。门前的石阶上长出了几丛顽强的青苔，在晨露中泛着湿冷的光。甄嬛站住了脚，她和宜修斗了一辈子，这座宫殿曾是她最痛恨、最想摧毁的地方。可如今站在这里，她心中却只剩下一片空茫。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从侧面的长街拐角处缓缓走出，是龙月。他也换下了一身喜服，穿着一身家常的旗装，脸上未施粉黛，眼下带着淡淡的轻盈，显然是一夜未眠。他看到甄嬛，似乎并不意外，只是静静地走过来，在甄嬛身后几步远的地方站定。母女二人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一同望着那座尘封的宫殿，相顾无言。许久，龙月才轻声开口：“额娘，您还是在怪我。”他的声音里没有了昨夜的理直气壮，多了一丝疲惫和迷惘。甄嬛没有回头，只是淡淡的说：“我不怪你，我只是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把你送到这里，现在的你会是什么样子？或许会像宫外的那些寻常女孩一样，天真烂漫，为了心上人的一句诗而脸红，为了遗失一只珠钗而烦恼，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小小年纪，心中却已藏了太多的沟壑与城府。如果时间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龙月的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我不想看到您再流一滴眼泪，我不想再看到任何人能威胁到您的地位和性命。”他上前一步，与甄嬛并肩而立：“额娘，您知道吗？在景仁宫的那段日子，我最怕的不是皇后娘娘的伪善，也不是宫人们的拜高踩低，我最怕的是每天去给您请安时，看到您眼中一闪而过的对我无法时刻在身边的愧疚和痛苦。您的痛苦比任何毒药都让我难受，所以我必须尽快结束这一切，用最快最有效的方法。”甄嬛终于侧过头，看向自己的女儿。晨光熹微，龙月的脸庞轮廓分明，那双眼睛里有一种甄嬛从未见过的近乎偏执的爱。那种爱是这深宫扭曲环境里催生出的畸形产物。他不问是非，不辨黑白，只认准一个目标，保护他想保护的人，不惜一切代价。你是个好孩子，龙恩月。甄嬛忽然说道，声音里听不出喜怒。龙月的眼中闪过一丝光亮，但甄嬛话锋一转：“你不是个好人。”龙月眼中的光瞬间熄灭了。“额娘，我甄嬛一生自认杀伐决断，手上也并非干净，但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自认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敢于承担所有后果。”甄嬛的目光重新投向那座紧闭的宫门，而你，龙月，你用最纯真的面孔行了最阴诡之事。你亲手将一个人推入深渊，却不认为自己有错。你觉得那是保护，是爱。可你有没有想过，宜修他固然罪大恶极，但他也曾真心实意地抱过你，教你写字，为你梳头。在你心里，难道就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忍吗？龙月沉默了许久，他才用机不可闻的声音说：“有过。”在我说出那句话，看到皇阿玛眼中燃起怒火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皇后娘娘，她看着我，眼神里不是愤怒，不是怨恨，而是全然的震惊和不敢置信，就好像她养的一只猫忽然反口咬了她一口。那一刻我是有些不忍的，但下一刻我想到了您，想到了您在甘露寺的清苦，想到了您回宫后的如履薄冰，那一点不忍便烟消云散了。额娘，为了您，我可以不做好人。这句话成了对甄嬛最后的审判。她赢得了天下，却养出了一个和自己敌人一样冷酷无情的女儿。他穷尽一生想要摆脱的命运，最终却以另一种方式，在他最爱的女儿身上得到了延续。龙月大婚的第3日，按规矩回宫谢恩。弘历在养心殿设下家宴，只有他们几人：甄嬛、皇帝弘历以及龙月和他的额驸。席间，弘历意气风发，
言谈间满是对未来的宏图大志和对甄嬛、胧月的关爱。胧月也恢复了公主的端庄得体，与额驸琴瑟和鸣，看上去是一对璧人，一切都那么和谐，那么完美，仿佛2日前合欢殿那场惊心动魄的谈话只是一场噩梦。甄嬛坐在主位上，含笑看着眼前的儿女，她的笑容一如既往的温和慈爱，看不出任何破绽。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心已经变成了一口枯井，再也泛不起半点波澜。宴后，胧月和额驸告退，弘历也因有正事要处理，先行离开。养心殿内又只剩下了甄嬛一人，她没有立刻回宫，而是让锦汐陪着，在紫禁城里慢慢的走。走过御花园，那里的牡丹开得正盛，雍容华贵，像极了她现在的身份。走过碎玉轩，那里早已荒废，只有几棵海棠树还活着，让人想起多年前那个倚在树下吹箫的少女。最后，她停在了寿康宫的门前，这里是她未来的居所，是她作为太后将要度过余生的地方。她抬头看着寿康宫3个烫金大字，在夕阳下闪着冰冷的光。她忽然想起宜修死后，她去景仁宫曾看到宜修写下的绝笔，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那时她只觉得可笑，现在她却品出了一丝悲凉。她和皇帝，她和云里，她和胧月，他们母女的心，何尝不也是各自东西流？她这一生斗赢了所有人，站上了最高处，得到了最尊贵的身份。可她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爱人早已化作尘土，姐妹心存芥蒂，儿子是心系江山的帝王，而女儿，她最疼爱的女儿，与他隔着一道用谎言筑成的高墙，心意再也无法相通。他得到了所有，也失去了一切。锦汐在他身后轻声提醒：“娘娘，起风了，回宫吧。”甄嬛没有动，她只是静静地站着，任凭那带着凉意的晚风吹拂着她的发丝和衣角。她看着远处渐渐沉没的夕阳，将整座紫禁城染成一片血色。她忽然在想，如果当年她没有选择回宫，而是带着腹中的孩子和云里远走高飞，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现在的她又会是什么样子？或许会是一个粗布经差的寻常妇人，为柴米油盐而烦忧，但至少她的孩子可以沐浴在真正的阳光下，长成一个善良、正直，会为了简单的快乐而欢笑的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他胜利的勋章，也成为他余生无法摆脱的枷锁。晚风中，甄嬛缓缓闭上了眼睛，她终于明白宜修临死前那个悲悯的眼神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这后宫里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赢家。